2025最新治愈喜剧，憨豆先生上演爆笑带娃之旅，而他的天敌竟然是一只小狗。这个男人名叫特雷弗，正满心欢喜地等着圣诞来临，他好和自己的宝贝女儿一起 happy。只可惜没多久，前妻杰斯就打来电话，说男友邀请他和麦迪一起去巴巴多斯过节。Why don't we aim to have a drink then? 特雷弗默默应下，带着满怀的难受投身到了工作中。今天是他在学校工作的最后一天，他只希望一切能顺利进行。忽然，上司戴安娜告诉特雷弗，这次的婴儿耶稣小剧场会有一位好心女士琼恩赞助他们一个真正的婴儿演员。然而，时间到了，门铃响了，特雷弗确实在门口看到了一个小孩，可琼恩却并没有出现。June。特雷弗赶紧把这事告诉给了戴安娜，然后就跑去照常工作了。可谁曾想，没多久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希望他在圣诞期间赚个看家外快。No, I don't really do that kind of thing anymore. In case you were wondering, it pays around. 特雷弗瞬间心动，而这也就意味着他得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去伦敦参与一场面试，一旦通过，立马开工。特雷弗决定一试，交接完工作就准备回家收拾行李。然而走前，他却意外听到一阵婴孩的哭声。特雷弗循声而去，发现琼恩的孩子竟然丢在那里没人管。他立马一个电话打了过去，琼恩却迟迟没有接听。无奈之下，他只得亲自去趟琼恩家。可到那儿，他才发现琼恩正忙着照顾自己生病的女儿呢。没错，琼恩的孩子生病了，根本就没去出演小剧场，而这也就代表着特雷弗手里的这个孩子身份成谜。特雷弗立马将消息上报，可大伙都忙着去外地过节，根本没空搭理他，这就没办法了。特雷弗只得打电话报警，但对面却说因为天气原因，他们的巡逻车过去得需要3-4个小时。特雷弗赶紧给社会服务中心打了个电话，怎料他行李都收拾好了，工作人员也顺利上门了，可那个小孩却忽然消失了。特雷弗各种寻找，工作人员却直接开溜了，让他找到孩子再联系自己。结果工作人员刚走，特雷弗就找到孩子了，他赶紧追了出去，却只看见一溜尾气，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工作人员还始终没有接听。特雷弗非常无语，决定去车站的路上顺便将孩子送去社会服务中心。只可惜那儿早就关门放假了，他只得又给警局打了个电话，奈何他话还没说完，手机就没电关机了。无奈之下，特雷弗只得带着孩子一起去伦敦，而这次他的工作地点竟然是一栋豪华公寓。佩特拉是施瓦森伯赫家的礼宾主管，他告诉特雷弗，这段时间他只要记得任何未经许可的访客都不能进入这栋公寓，进入公寓需要特定的门禁钥匙，就应该没啥问题了。毕竟施瓦森伯赫家在世界各地都购置了房产，还已经10几年没在这儿过圣诞了，所以特雷弗只需要在这儿待上几天，就能非常顺利地拿到自己的工资。毕竟不出意外，圣诞期间应该不会有任何人来访这栋公寓，他会非常清闲。 We are naturally looking for a highly responsible individual with all the attributes. 特雷弗明显不符合这一点，毕竟现在他包里就藏了个不该到访的小孩，而且为了掩盖这个小孩的行踪，他的行为举止还非常奇怪。佩特拉每次回头都能解锁一个属于他的神奇举止，这让他觉得特雷弗非常不靠谱。可是圣诞节临时找人帮工实在太难了，迫于无奈，佩特拉只得让特雷弗通过面试，毕竟他今晚就要去泰国度假了，并且 Haven't had a vacation in 2 years an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you kept contact to an absolute minimum. 说完，佩特拉就准备跑路了，走前还不忘告诉特雷弗，接下来这里除了他将不会有任何工作人员，这让特雷弗忍不住松了一口气。而紧接着赫特福德郡警局就打来电话，说考虑到特雷弗现在已经到了伦敦，所以孩子的事情就不归他们管了，他们会把这事转告给伦敦警察厅。没多久，他们应该就会派人联系特雷弗。特雷弗表示理解，然后就发现这孩子需要换尿片了，但他总不能无中生有吧？思来想去，只得用丝巾和夹子自己 DIY 了一个，这让特雷弗贼有荣誉感。收拾一下，就准备带孩子去超市采购一番。只可惜他毕竟是年纪大了，吃的买了一大堆，却还是忘记购入尿不湿了。同一时间，伦敦这边的社会服务中心也给特雷弗打了个电话，并且划重点，人叫乔治亚，最早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将这个孩子带走，所以特雷弗必须再和这个孩子相处一段时间。好在特雷弗这人心大，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特雷弗被吓得一跳，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他好不容易把孩子哄好，可那孩子一沾床就开始各种哭闹，弄得他根本睡不好觉。尽管如此，特雷弗始终没说过一句重话。次日一早还立马点了个外卖，给孩子买了一堆尿不湿。只可惜特雷弗各种纠结，外卖员却准备走人了，这就没办法了。特雷弗一阵狂飙，想要自提这堆尿不湿，结果尿不湿他是拿到了，可他的门禁卡却落在家里。
没有带出来。这下他是有家难回了。特雷弗感觉自己脑子都要炸了，好在他很快想起佩特拉曾告诉过他，在保洁员艾莎手里还有一张公寓门禁卡，他赶紧就想给艾莎打个电话求帮忙。可问题是他的手机也忘在楼上，没带出来，这下麻烦大了。好在没一会儿，特雷弗就遇见一位路过的好心人，还成功借用到了他的手机。 Well, look, I know this is a huge favor to ask, but could you perhaps bring it over? 艾莎决定先给佩特拉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特雷弗的身份，然后再给他回个电话。特雷弗表示理解，而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等到艾莎的回电，他得一直赖在这个好心人身边。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乔治亚因为怎么都打不通特雷弗的电话，最后只能选择放弃。而这也就代表着，特雷弗和那个他捡来的孩子又得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了。好在没一会儿，艾莎就确认好了特雷弗的身份，火速赶到公寓，帮他刷了一下门禁卡。可谁曾想，艾莎刚走，特雷弗就发现又出幺蛾子了。他买的尿不湿还扔在前台，可他一出电梯，电梯门一关，门禁卡就又会失效。关键时候，特雷弗想到可以用自己的鞋子阻挡一下电梯，然而 O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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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特雷弗倍感绝望，立马转身跑去追艾莎。得亏人艾莎也并没有走远，这才让他又逮到了一线生机，就是那只他掉在电梯里头的小皮鞋，瞬间就被一只小狗叼走了。不过倒霉的也远不止特雷弗一个，他女儿麦迪就喜提航班延误，得在机场空等几小时。而且划重点，他其实一点都不想去什么巴巴多斯，他想和特雷弗一起过圣诞。 Oh, me too, sweet pea. It's all I really wanted. 深夜，特雷弗哄好孩子准备睡觉，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家里来了几个不速之客。好在这对小夫妇也没啥恶意，就是手头有点紧，公寓又被收回了，所以打算在这儿蹭住一段时间。特雷弗表示理解，看见他俩带着一个小孩，还主动把自己买的东西分给了他们，这让两人相当感激。而等到第二天，乔治亚也再次给特雷弗打来电话，准备中午时分来把这个孩子带走。 Good. Now I think there's just time for a walk before you go. 说干就干，特雷弗给右脚套了个塑料袋，就带着孩子散起了步。结果走着走着，他的皮鞋竟然从天而降了。那一刻，特雷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立马就想把鞋子换上。然而袋子还没解开，那只熟悉的小狗就猛窜了出来，紧咬着皮鞋不放。Give it back, please give it back. 特雷弗倍感无语，好在关键时候，他灵光一闪，从旁边抄起一根木棍扔了出去。这下终于把那只小狗引走了。特雷弗也顺利穿上了那只鞋子。然而，特雷弗是真的服了，感觉这小狗就跟他的天敌似的，而且论力气，他根本不是那只小狗的对手。特雷弗差点摔了个屁墩，最后为了摆脱小狗的撕咬，还不得不脱下另一只皮鞋，将其扔出去，把小狗引走。这操作也是没谁了，特雷弗纯属是用一只好鞋换回来一只破鞋啊，但他又能怎么办呢？只得又给自己的脚套上带子，无奈的回到了家里。好在好人还是有好报的，昨晚那对小情侣为了表示对特雷弗的感谢，特意跑来给他送礼物，而特雷弗也立马投桃报李，决定帮他们照顾一下孩子，好让他们能尽快去想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就这样，特雷弗开始一人带2娃，还带得非常顺利，一下就给他们哄睡着了。而乔治亚也很快如约而至，准备把孩子送去该去的地方，这让特雷弗倍感激动，心中甚至还隐隐有些舍不得。Bye bye, baby Jesus. 这下特雷弗终于能放松一会儿了。金发女夫妇也很快赶了回来，准备将孩子接走。然而，This isn't our baby. 好家伙，因为过于慌乱，特雷弗竟然误将金发女夫妇的孩子交给了乔治亚。好在他的反应非常迅猛，乔治亚还正因为停车问题跟交警吵得不可开交。就这样，特雷弗成功追上乔治亚，还把金发女的孩子给抱了回来。接下来他就只需要把自己见到的那个小孩给到乔治亚，便万事大吉了。但事情真的会那么顺利吗？稍不留神，特雷弗的门禁卡就掉进了电梯井的缝隙里。好在艾莎走之前把自己的门禁借给了他，这让特雷弗成功回到家里，把2个孩子换了回来。然而等他跑回原地，乔治亚早就开车走人了，根本没发现车后座的孩子不见了。No. 特雷弗立刻就想给乔治亚打电话，奈何乔治亚正忙着跟别人聊事情，电话根本打不通。反倒是佩特拉，他突然给特雷弗打了个电话，还说施瓦森伯赫一家马上就要回来了。特雷弗感觉天都要塌了，佩特拉却让他不要慌，自己已经联系了管家珍妮特，珍妮特就住在附近，会来处理所有准备工作，而他只要守在公寓，等珍妮特过去，就能下班回家了。 Put on full pay. 这就给特雷弗开心的不行，收拾好东西就准备带着孩子闪人。可谁曾想，没多久，珍妮特居然打电话告诉他， She thinks I'm in Chiswick. I'm actually in Perthshire with my mother.
You're in Scotland? 特雷弗预感不妙，珍妮特却再三保证自己马上就会赶去火车站，今晚绝对会赶到伦敦。特雷弗相信了，还答应去帮珍妮特采购一些物品，但珍妮特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清单都列了好几张。当然，这还不是重点，因为这个时候，乔治亚终于发现后座的孩子不见了。乔治亚赶紧打电话报警，而特雷弗对此全然不知，正忙着到处买东西。当然了，他也试过打电话联系乔治亚，想告诉他孩子还在自己这儿，奈何乔治亚一直在做笔录，电话也一直没打通，这就没办法了。特雷弗只得带了点东西去给金发女夫妇赔罪，希望他们能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节。而同一时间，特雷弗的天敌小狗也终于被自己的主人安娜贝尔制裁了，人还直接将特雷弗的鞋子解救出来，放在前台的柜子上，这就给路过的特雷弗高兴的不行。然而他刚拿着鞋子准备走人，小狗就立马莽过去，跟着他一起上了电梯。而等到他把小狗送下楼，负责遛狗的女士早就不见人影了，这就没办法了。特雷弗只得先把小狗带回家，害怕小狗的主人担心，还专门在电梯里头贴了张告示。很显然，特雷弗还是心善啊，但他拿这只小狗没有一点办法，稍不留神，竟然还让这只小狗把门禁卡给吞噬下肚了。Oh, not the fob, not the fob. 特雷弗倍感绝望，好在门禁卡在小狗的肚子里也依旧得劲，现在小狗变成了特雷弗新的门禁卡，这让特雷弗安心了一点点。可没多久，他就又接到了一个珍妮特打来的电话，火车晚点了，他会晚点到，所以希望特雷弗能帮忙布置了一下公寓。特雷弗没有拒绝，打算一边布置公寓，一边等小狗排泄，希望他能赶紧把门禁卡给拉出来。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谁让特雷弗的心太好呢？所以天刚擦黑，他就布置好了圣诞树，还成功等到小狗排便。 Good boy. That's right. Go on. 特雷弗激动的不行，立刻开始观察小狗的便便，但肉眼能看出什么？他只得先把粑粑装进袋子里，然后带着一阵乱摸，带他去电梯里面试试效果。不过正好路过的安娜贝尔看得目瞪口呆，立刻就把自家小狗带回去了。但这还不是最让特雷弗无语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消息，所有火车都停运了，珍妮特到不了伦敦，他得去帮施瓦森伯赫一家准备一顿圣诞大餐。 What do you mean? How many? Only 12, possibly 14. 这就给特雷弗整不会了。好在珍妮特已经帮他准备了一份详细指南，只要他按指南行事，绝对能赶在5点钟，施瓦森伯赫一家回到公寓前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特雷弗倍感绝望，好在他的运气向来不错，照葫芦画瓢，最后竟然愣是赶在5点钟前把那些东西全给准备好了。可让人意外的是，施瓦森伯赫一家竟迟迟未到，珍妮特还突然联系不上了。无奈之下，特雷弗只得给佩特拉打了个电话，这才发现施瓦森伯赫他们突然改了主意，决定不去伦敦，去纽约。这让特雷弗非常无语，看见自己准备的那些大餐，更是忍不住有点难受。好在没多久，就有警察来找他询问那个孩子的事情，特雷弗赶紧把事情全盘托出，准备让警察把孩子带走。不过这事终究还是太复杂了，警察决定叫个家庭联络官过来帮忙处理一下。而坐着等，站着等，都是等人，特雷弗便干脆把他带回了公寓。 It's quite a place here, sir. Oh no, it isn't mine. I'm just the house. 紧接着，金发女他们竟然全都来拜访特雷弗，祝他圣诞节快乐。而更让特雷弗意外的是，杰斯和麦迪现在居然也在伦敦。原来他们的飞机一推再推，最后还直接取消了。所以现在杰斯准备带着麦迪去找特雷弗一起过圣诞，这就把特雷弗高兴的不行，立刻就把自己的地址发了过去。就这样，一家3口很快会合，大家还决定聚在一起，度过一个无比热闹的圣诞节。这让他们特别开心，甚至觉得这次圣诞真是奇妙的不行。然而吃着喝着，他们就突然发现那个可爱的小孩儿竟然又找不着人了，这就给大伙儿急得不行，立刻兵分几路到处寻找。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小孩。但让人意外的是，就在这时，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特雷弗凑过去一看，发现竟然是施瓦森伯赫一家回来了。他们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错过珍妮特精心准备的圣诞大餐。而特雷弗此时脑子都已经要炸开了。以上就是2025憨豆先生最新爆笑喜剧《人来宝》1到4集的内容。作为人来疯的续作，它讲述的是特雷弗结束看管家宅的高压工作后，转任学校工友，去寻求平静生活。可谁曾想，圣诞前夕，他受雇照料伦敦顶楼公寓，却得被迫去照顾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婴孩，由此引发了一场照料婴孩与维护豪宅的双重混乱。总体来说，它的剧情比较紧凑，4集篇幅短小精悍，不仅聚焦于密集的肢体喜剧场景，延续了罗温标志性的英式幽默风格，还很好的融入了温情内核，非常适合全家老少一同观看。